中美海上力量正在发生变化，美国对此无能为力，连最后的骄傲，他可能也要守不住了。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忠诚 Talk。随着中国正式向美国发起战略反攻，先后2份文件直指美国霸权秩序之后中美之间也算是接近了彻底撕破脸了。既然准备动手，那自然我们就要关注肌肉。不过近期美国海军部长就中美海上力量问题的一番讨论，倒是震惊了美国舆论界。美国军工产业里最后的骄傲，它的海上力量建设可能也要守不住了。我们今天就来聊聊中美海上力量的变化。美国海军官方媒体海军学会 USNI 在近期采访了美国海军部长德尔托罗，讨论当前中美海上力量的一系列话题。德尔托罗认为在过去的10多年里，中国每年的军舰建造数量超越了任何一个国家。单就2021年1年时间里，中国下水军舰总额达17万吨，相当于一个中等海军强国的总吨位。而在2022年，虽然因各种因素造舰的速度明显减缓了，但依旧达到了1年一个澳大利亚海军的总吨位。而与之相对的，曾经令美国上下无比骄傲的美国海军，如今却面临着巨大的挑战。比如2023财年，美国国会给了海军326亿美元，用来建造11艘军舰，其中包括3艘阿利伯克级驱逐舰、2艘弗吉尼亚级核潜艇、1艘星座级导弹护卫舰和1艘安东尼奥级登陆舰、1艘补给舰以及1艘远洋打捞船。然而美国海军最终得到的回应消息是这11艘船需要到2027年才能勉强交付给美国海军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也就是说4年之后，美国海军才有可能见到这326亿美元的成果，一年勉强达到3艘，平均30亿美元一艘。而在中国一年就可能完成绝大部分的订单目标，成本还可能大约是美国的1/3。中美海上力量的逆转已经只是时间的问题了。挺有意思的是也不知道是因为怕说出来得罪人，还是单纯为了博眼球，这前面的一些数据对比分析还挺正常，结果美国海军学会的报道末尾却提到，基于以上情况，德尔托罗认为主要是中国大批量使用奴隶当造船工人，美国则没有这种优势，所以美国的产能被中国完爆了。也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得出这个可笑又离谱的结论。事实上，造成美国造船业今天这个地步，恰恰是因为美国自己的贪婪。美国如今天天说中国海军下饺子，是因为民用造船厂和军用造船厂混为一谈，说中国不专业，但实际上这些可都是摸着美国过河的。只不过到后来，美国的军工复合体为了独吞蛋糕，暗中推动方案，将军用和民用造船厂的界限严格封死了。冷战之后呢，美国没有什么庞大订单支撑军用造船厂，到如今呢，就只剩下4个军用造船厂了，单纯靠美国政府强行刷单，苟延残喘。换句话说美国海军最后的骄傲其实是被他们自己亲手摧毁的。中美海上力量这些年迅速缩小差距，美国人着急，但已经是没有用了。随着时间过去中国反超之后，美国在吨位和数量上想要再追上中国就会变得异常困难。这已经不是钱的问题，而是制造业和国内利益集团相互牵扯的结果。而那些利益集团又塑造了美国当前的政治生态。美国海军想要从上至下的去改变这一现状，几乎是不可能的。对于中美海军力量对比的反转，我们期待那一天不会太遥远。大家觉得呢？欢迎大家留言讨论，我们下期再见。